那我要开始说吗？说吧。行。首先，我觉得一个必然的因素哈，肯定是大家从留学的身份到工作，那么身份这个问题是很困扰我们的，包括我们在选择公司和企业的这个类型上哈。那我们刚才重新再来。欢迎大家来到 Active 频道，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Francis，一起来讨论一下 O1 和 EB1 怎么申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知道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是的。所以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当时是为什么想申请 O1 或者是 EB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肯定是留学生的身份，这儿找工作，想要在美国更有一些个人的生活、工作经历，身份肯定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也是一个大家找工作中间的一个 barrier 吧。我觉得很困难，很痛苦。因为我是17年毕业，在当时那个时间段 engineer 是更好去找工作，同时一进入公司 HR 会帮你把这个都安排好。但作为 designer， 我听到更多的一个挑战是，他还要去看看你个人的能力是否 qualify，还或者觉得你是不是能够跟团队去融入。所以一般来讲，无论是平面设计师、产品设计师，还是说建筑设计师，都会有至少1年的考察期。还有这种从 part time 转到 full time， 或者 contractor 转到 full time， 这个都会需要花1到3年的时间。记得是17年毕业之后，有一些学校才提供了3年的 STEM 这个专业。在这之前，很多学长学姐他们其实只有1年的时间。像17年之前其实就有 O1，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当时 H1B 只要3年嘛，其实当时这个 O1 跟 H1B 相比来讲，它的优势并没有很大因为当时的工作，如果你找到一个 full time 在大厂或者什么，还是比较稳定的。我是知道有一个学姐她是这么去做的，也有所交流。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第1年我也抽到签了。正常来讲 H1B 是10月30号就生效嘛，结果我一直到10月30号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11月2月份才告诉我要 RFE， 补交材料之后，又过到隔年的1月份，终于知道材料收到了，结果只过了1周就被拒了。他给我的理由是专业不对口，很明显他就是故意卡人数嘛。所以我当时就很崩溃。当时的公司会跟我说，第2年我们上诉，去驳回移民局的这个决定。我也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但没有办法，公司嘛，就只能第2年就是上诉，显然也不会成功的。就是大家会在工作场所中经常会觉得很被限制，最底层的初衷我觉得很被动。当我了解到 O1 的时候， O1 有2种，一个是 agent base， 一个就是公司给你 sponsor。更普遍存在的是 agent base， 因为 O1 本身是给一些演艺人员艺术家办的一个签证，所以我们作为设计师或者是科技行业，大家其实不太了解。当时19年问了律师，有做咨询，然后也问了我的学姐，我当时会觉得说 OK， 我要去打开 O1 的第一个这个 criteria， 就是奖项。我们作为学生，有些学校会带你参加一些比赛，可能是大家第一步都会接触的，但是工作中大家其实不会太在意你有没有奖，对吧？第一步我就是拿学生作品去改，然后包括工作中当然是一些你的 case， 但是这个是跟工作挂钩的，你不能拿公司的 project 参赛。所以说我接这个 freelance，因为这是唯一我可以做的，所以在那个大概半年的期间，就是研究各个奖项、各个比赛，什么是我可以参加的。所以我觉得 O1 肯定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中间最优的一个选项，因为 H1B 跟疫情前也不一样了，没有那么稳，公司的裁员也很频繁，而且一裁员 H1B 就会 freeze，你项目要从头开始。所以我觉得 O1 是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它的好处。但另外 O1 有几个点大家一定要去有这个 mindset， 就是提前开始准备。第二个是你在职场中你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领导的关系，因为之后你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推荐信，还有可能你离职了，再去 reach out 的时候，你的这个个人的关系维护的怎么样，也是很影响说
能不能办成 O1 甚至 EB1 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说会推荐在职的时候就去积累这个自己的一个项目，然后跟同事也打好关系。对，甚至说怎么去 leverage 这个关系。其实 O1 是 EB1 的第一步， EB1 的 criteria 会更高， EB1 大概11个审核标准，当年我听说只要满足3个以上但是现在递交的人数越多，我基本上满足了快10个。哇就是你该有的咱都有但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去达到去积累，就是我觉得虽然很累吧，也有很多小伙伴反映说准备这个很累。对，不像很多机构说什么很快你交了钱几个月给你孵化出来一个你的 case，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是当你有所了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backup。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O1 或者 EB1 一直都是我的 backup 了，但是 for some reason 我觉得在美国永远最后 work 的都是 backup 对对对，积累 EB1 也是个人提升的一个很好的过程。你不是在白做这个投资，你在投资你自己，虽然过程会有点累，然后每天上班下班你还要做自己项目，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去做个人投资和个人成长的一个事情。他也提到其实 O1 是 EB1 的一个相当于 predecessor，可以讲一下，就比如说要从 O1 到 EB1 需要哪些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大概的一个准备的 timeline 吗？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O1 到 EB1 的 criteria 更高，最简单的一个直观例子就是 O1 你全是铜奖都可以，但是到 EB1 你可能每年至少都要有一个银奖。我是去年年初把钱交了，跟 firm 去合作，大概7月份材料全部满足了，10月份提交，我的 PD 就是打140的这个 primary day 是这个10月底。在这么的一个10个月的过程中，我不停的听到说你要保持你的优秀，或者说移民局通过你 EB1 的申请，是他能够看到你每年都要保持你的个人优秀而且你的这个履历是慢慢 grow 的，这个才是最难的，因为你一直要去做，并且还一直要有成果。我的 case 不是说我一共花了10个月我就从 O1 达到了 EB1， 不是的，我觉得是当我在接触 O1 这一个签证的时候，有一个 mindset 说 OK 这条路我需要一直去准备很多东西，但是这个 backup plan 的最大的优势是它可以让我在市场很不稳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去 sponsor 我自己。回到刚才这个具体的问题，当你今天想到去申请 O1 的开始，到你要做 EB1 最后申请成功，你要有一个 mindset， 就是 OK 从现在开始我要不停的 build 我个人的 portfolio， 个人的 achievement。 听起来会很 pressure， 很难。如果你想要一个马上就能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新版的 EB5 肯定最快，只要你有钱了500万500万，很夸张很夸张。大家说投资移民是最快的，对，其实2015年就是一个卡点，上半年投的人基本上3年就能拿到零失绿卡，但是下半年投的就等到了8年9年10年，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要么花钱要么花时间。花时间呢一定要提前都想到你每一步。当初我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那最多干2年，因为我要有新的推荐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的推荐人也是要慢慢的 grow，可能现在 O1 你找几个 senior 或者什么 design manager 我觉得差不多，大概有个5、6年7年的工作经验但是呢如果你是 EB1 的话，你一定要可能要 director level VP level， 有这样子的人是最好的或者说这个 director 或者这个 senior manager 他有20年的工作经验，他在很多的知名的科技公司或者企业做过，他个人的影响力也在那儿。就为什么推荐人很重要，是因为他的优秀能够体现你的优秀，你跟他的合作就是3点连一下嘛，就是你个人的 achievement， 你的 leading role leading project， 你们俩合作在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也是有影响力的。就比如说像我在 Udemy 工作，那 Udemy 的这个 press release 它的 impact 怎么样，它给美国的行业的影响怎么样，这个也牵扯到说其实如果你能够冲 EB1， 你也可以去申请NIW EB2，所以说 EB1 和 EB2 这个是很多 firm 会推荐一起去申请一下。
我觉得从你说很大一个 take away，其实就要有那个 growth mindset。对，你要自己 plan 好下一步去哪儿，其实都是为了做积累。这个是一个双赢吧。我其实也有 share 过，但是大家会觉得好累啊，我先等等抽签看一下可能巧了，在我的经历就是所有就都没有很顺利，那我就总要想一下这个 backup plan。OK，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benefit， 就你其实自己给你自己带来一定的提升，并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身份。Yeah, what doesn't beat you, like really make you stronger. 当然了，现在 EB1 大家，我听到从24年的提交很多 case， 大概有过万了这个 case， 以前都没有。以前 EB1 的话，你从提交拿到140到你最终走485，一年就很快。疫情期间23年的 case，23年的 case 特别的多，所以说有积压，所以现在 EB1 的排期有一点不如之前快了，大概可能2年甚至再往后。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没有O1的小伙伴，先去申请O1。有一个很 tricky 的点，我还是希望给大家分享，就是要跟公司去了解支不支持 agent base，因为很多我知道 design studio 他们不太接受 agent base，但如果你的公司是有 global business 的，这种应该还是 OK 的。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选择这个 law firm？ 这个我有比较过，最初还是有问了我的一个学姐，还有价格考虑，就是刚步入职场，大家对这个价格肯定很在意。我个人认为这个2个点，一个就是说这个 firm 它有没有做过 O1 的 case，或者说 O1 的这个 petitioner 它是不是 design 背景相关的。有一些不管是中国的各个国家的这个 firm，他们有做成 O1 case， 但是 petitioner 不是design 背景，可能就是偏物理这种科研相关的。那科研相关的申请材料跟 designer 的申请材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这个 firm 要有 designer 背景的成功的 O1 case。再者就是说价格，我觉得有几个点吧，大家可以看看。首先 recommendation letter 是律所帮你写还是你要自己写？OK， 我知道的就是便宜的律所，一般这都是你自己写。你会推荐自己写呢，还是让律所写？我认为至少我是一个 designer， 不是 writer background， 我还是肯定希望律所帮我写。OK， 另外我觉得律所帮你写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如果有成功的案例，他每年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case 会去调整他们自己的 templates 吧，对吧？他们是比较针对性的，肯定是比个人要好很多。既然都花了钱，对吧？我们平时也要上班，还是有很多东西材料去准备，那么这个时间还是最好去 leverage 一下。自己写推荐信还是挺花时间。当然现在有 ChatGPT，有 AI， 这个肯定能够给你缩短的时间嘛。对。如果经济上比较有困扰的小伙伴，我觉得当然也是自己写。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分享 DIY 嘛。你会建议不找律所吗？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找律所。那如果我是比如说做这个科研比如说你是学法律的，你是学金融的等等，你的这个背景还是比较 strong 的话，可以自己去做。OK， 对，其实它的这个过程不复杂，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petition letter，你怎么写？我觉得律所最好的是它能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背景去避重就轻，扬长避短。比如说我接触到我这边的律所是走质量的，也有的律所是 OK， 你没有太多有质量的 case， 那我们就要走量。可能你去 reach out 10个推荐人，或者你参加奖项 level 不够高，那就10个奖项，也有成功的。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比较律所，哪一个律所能够基于你的情况给你一个比较 accurate 的一个 plan，这个很重要。前期可能要自己多做一些 research， 去了解这个不同的律所。虽然我把我们那个律所已经给湾区推荐了好多，但是我觉得就如果有想了解的小伙伴，也可以联系我们。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找工作或者面试等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不 sponsor， 那我就没有办法。那今天感谢 Francis 的分享。没有。对，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OK， 我们好的，那就这样。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多非常 helpful 的 insights。如果大家有什么细致的问题，可以reach out。我们也希望到时候去举办更多的 webinar 啊 workshop，跟大家做分享。好，谢谢 Francis。好，谢谢你们。拜拜。